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完整触摸到华夏5000年文明，那一定是山西晋南。左手一指太行山，右手一指是吕梁。在这片被黄河水浸润了几千年的黄土地上，从穴居到部落，从野蛮到文明，中华民族的先祖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史前三圣尧舜禹均建都于此。满身宝藏的晋南，是时光赋予的奇迹。2023年8月，青年环球自驾山西晋南，这表里山河之地，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绚丽。临汾古称平阳，华夏先祖尧帝曾建都于此，因此临汾素有华夏第一都的美称。10万年前，丁村人在这里劳作繁衍；4300年前，尧帝在这里凿井而饮；2600年前，建文公在这里书写《春秋风云》；600年前，洪桐大槐树的民谣传唱至今。在临汾，捧一把黄土都能攥出文明的枝叶，掬一捧清水都能嗅出文化的气息。我们现在开车经过的就是七郎窝黄河大桥，过了桥那头就是山西了。从陕西一路向东跨过黄河，入晋第一站便是黄河壶口瀑布。壶口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。黄河将文明的密码撒播于临汾，也将魂留在了壶口。人都说山西好，地肥水美无故乡。我左手一指太行山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壶口瀑布的上游方向的黄河河面还是比较宽的，这个宽度是达到了300到500米，而且水流也是比较缓慢的。但是到了壶口这里，在仅仅500米的距离内，河面陡然被压缩成了20到30米这样一个宽度，所以呢，大量的黄河水从20多米的陡崖倾注而泻，形成了千里黄河一湖收的自然奇观。湖呢就是茶壶的壶，壶口瀑布也是这样子得名的。黄河诞生在巴颜卡拉山下，少年游荡于青藏寒地，而当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大海，便掉头大行，经过了黄土高原，这就是晋陕大峡谷。在峡谷中穿梭至壶口，黄河突然下跌，如一脚踏空了，溅起千堆雪。壶口瀑布现在是陕西省和山西省共有的景区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壶口瀑布的两侧，陕西和山西的游客都非常多。我这2个景区都去过啊，在陕西那一侧看到的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决心，而从山西侧看到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。在这里呢，就很深刻的能体会到什么叫秦晋之好。人一生总要来趟壶口瀑布吧，因为在这里可以最近距离地聆听到母亲河的心跳，真正感受到什么叫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领悟到奔涌向前的黄河精神。万里黄河在山西走完了几字形最后一个大拐弯，一路向东奔腾入海。黄河远行也把黄土带去，送给了河南，送给了山东，送给了华北平原。和滔滔黄河水一样流向全国各地的，还有600年前的100多万山西人。我祖先在何处？山西洪桐大槐树，
寻根问祖的情怀深深地镌刻在每个中国人心里。人们哪怕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走向何方，也一定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而故乡就是一个人的根。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，一定有人的祖先是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。那么，当年这场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移民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在元朝末年因为连年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，很多省份人口锐减。而山西省呢，由于东边有太行山，西南临着黄河，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使这里受战争的影响相对较少。而且呢，汾河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生产粮食的，物产丰富，人口也比较稠密。为了均衡全国的人口分布，朱元璋在统一天下之后，就决定从山西往其他的省份去移民。从明朝的洪武到明朝永乐年间，这50多年的时间，官方就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，共计迁移100多万人口，遍布了中国，包括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江苏，还有山东等18个省份，526个县。当时南来北往的移民都是首先聚集在大槐树这里，做一下信息的登记以及领取盘缠，随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离乡之路。他们眼含着泪水，一步一回头，而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和盘旋在树上的老鹳，就成为了移民对故土最后的留恋了。据官方统计，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移民活动，移民涉及的姓氏多达800多个，涵盖了大部分已知的华人姓氏。成批迁出的山西人在太行山外生根发芽，开枝散叶，用无数个不见于史传的悲欢离合，使中原大地又一次从白骨露于野、千里无鸡鸣的荒芜中走出，炊烟再起，机杼重文，谱写下民族瓜瓞绵延的篇章。那大家如何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呢？可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以下几个特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晚上洗脚的时候，可以观察一下脚的小指甲盖儿，因为呢，当时这个移民是政府强制性的嘛，所以呢，官兵为了防止百姓逃跑，会用这个刀把他们的脚的小指甲盖劈成2半，做一个标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自己的脚的小指甲盖这块，如果有一条线它是分成2部分的，那么你的祖先很可能就来自于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第二个特征就是把上厕所叫做解手。当时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，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嘛，所以官兵会用绳索把移民的手全部这样子绑起来，有的在后面，有的在前面，这样绑起来。那他们需要上厕所的时候呢，就会说，官差大人，麻烦您解开我的手，我需要方便一下。久而久之呢，就简单的变成了解手解手。这样的话呢，官兵就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要上厕所。如果你们那边也把上厕所叫做解手，那么你的祖先也可能是来自于山西大槐树的。第3个特征就是走路习惯背着手走。数百年沧桑轮回，明代古大槐树早已毁于水患，现存的是与古大槐树同根生的2、3代槐树。如今的洪洞大槐树不仅是许多人地理意义上的故乡，更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。大槐树跟炎帝陵、黄帝陵一样，都是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地。三晋大地表里山河，在吕梁山与汾渭地堑交汇处，藏着一座与武当山齐名的道教名山云丘山。所谓南武当，北云丘。初识云丘山从一座明清古村落康家坪开始。康家坪古村并非传统的农家乐，而是全村改造成的既有小清新浪漫气息，也有返璞归真气质的民宿群。改造后的民宿依然保留着晋南窑洞特色，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头垒出低矮的围墙，透着古朴和沧桑感。推开木门走进去，仿佛走入一段过去的时光。
家早上好啊！今天由我们在云丘山认识的新朋友小周，让我们一块儿去游览云丘山。大家好，我是云丘山小周，我们出发吧。哇，这地方好仙呐！原来神仙浴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咱们现在就到这个塔尔坡古村了。这个塔尔坡古村呢，距今有2500余年的历史。最初呢，因道教始祖老子李耳曾在此下榻而得名。南宋末年的时候呢，蒙古人来到这边，将这个榻字呢改成了适合他们口音的塔。旅游的发展也让村里流淌着晋商血脉的居民看到了商机，开发了具有当地特色的花模、植物染布、手工布老虎等旅游产品，形成了一座没有屋顶的活态民俗博物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此行云丘山最期待的一个点啊，一处有着300多万年历史的大型冰洞群。我听过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：有一个坏消息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山西省只有2座冰洞群，分别位于吕梁山的南北。而好消息是，全世界仅仅有3处冰洞群。那我们现在就快去里面看看吧。听说啊，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0度左右，而里面大概在零下的10度，想想就很清凉哈。景区免费提供了这个棉袄。哇，好冷！哇，哇，快进了，快进了！你看这里边全是冰啊！这特别像那种，就是冰雪版的喀斯特地貌，还挺冷的哈，这里边。其实这个冰洞真的还挺神奇的，我在就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见过这样子。但是我很好奇的是，像这种天然的冰洞，它的成因是什么呢？咱们这个冰洞群呢，在世界范围内呢，只有3座，是世界3大冰洞奇观之一，是目前呢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。它的围岩地层年龄呢在5亿年左右。洞体的话可以看到4壁皆冰，5步一景，冰柱、冰笋、冰钟乳、冰石花呢分布在整个空间，在这个灯光的照耀下呢，呈现出梦幻般的景象，堪称冰的童话世界，非常的梦幻哈。那咱们这个冰洞群呢，其实是在地壳的整体抬升下作用形成的这个溶洞空间基础上形成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制冷机制呢，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。哇，好神秘啊！对，告别云丘山，该去给卡路里充值了。临汾很少被味觉亏欠，总有一种味道能让你记住这个城市的夏天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临汾市瑶都区的平阳街，来这里寻找隐藏在街巷角落里的临汾味道。老板，我们要2个牛肉丸子面。临汾美食的代表非牛肉丸子面莫属，别以为山西人只喝醋，吃辣也是一把好手。Q 弹的丸子，嫩滑的牛肉，劲道的面条，被口感层次丰富的辣椒包裹，成就了一碗让人放不下筷子的舌尖惊喜。虽是游客，却在一碗面里吃出了家的味道。每座城市都有一个美食疯狂内卷的地方，在临汾，新百汇挑起了大梁。不论推车小摊还是深巷小店，不论碳水炸弹还是无肉不欢，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值得3刷的美味，不着痕迹地将文化气与烟火气融入到旅途中。5000年的风风雨雨，在临汾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如黄土高坡般千沟万壑的印记，而晋南的传奇还在继续。下一站，我们将走进山西运城，领略关公故里、盐运之都的独特魅力。